白花纸鹤、电子蜡烛在鸿福院、在伦敦、在多伦多一字排开，港人为那100多甚至可能上千个被火吞噬的生命默哀。同一时间，驻港国安公署里灯火通明，外媒负责人和记者被一个个叫进去喝茶，被警告好自为之，不要触碰法律红线。一边是家属找不到遗体，社群媒体上出现数千个寻人帖，另一边是官方硬性收束至31宗持续失踪和死亡咬住159人死亡这个数字，并开始追究质疑者。这不是一句单纯的火灾意外，而是一场关于死亡数字、新闻自由与制度信誉的大型压力测试，考的是一个香港还剩下多少真话的空间。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芳华。2025年11月26号，香港新界大埔的鸿福苑大火波及7座31层的高楼。截至12月3号晚，香港官方统计是159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消防员，79人受伤和31人失踪。火灾后几天，一篇香港居民投稿的长文在社交平台流传。这位香港居民开宗明义，香港鸿福苑火灾实际死亡人数绝非官方宣称的159人，这是一个在物理学、统计学上都完全不可能成立的数字，是集权为了掩盖工程腐败与系统性失责而编出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他怎么算的？简单说4步：一、算暴露人口，也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在火场里。根据政府人口普查和防属数字，鸿福苑8座楼约4643人，平均每座580人。这次7座楼受灾，7座乘以580人，等于大约是4000人注册人口。考虑大火发生的时间是工作日的下午2点多，一般住宅区在家率约50%，但鸿福苑长者比例高，约占40%，儿童约占10%，上班族约占30%。按不同族群在家率加权得出整体在家率约58%。于是估算总人数的4060乘以58%的在家率等于2366人当时在家。再加上装修工人、送货、上门护理、外佣、探访等临时在场人员约250人，暴露在火场中的人约2600人。二、看逃生条件，几乎无法逃命的高层住户。他列出几个致命条件：发泡胶封窗加易燃棚网，火警钟失效，消防车没拉鸣笛。火灾证实并非单一火源，而是不同楼层及不同区域多点同时起火。在短短几分钟内，7栋大楼就迅速被大火吞噬，单一垂直逃生通道全被浓烟封死。他们特别是15层以上的住户几乎没有逃生的机会。3、对比世界同类高层大火的死亡率。该香港居民抓了几个案例来对比。伦敦格伦费尔火灾是单座大楼，仅24层，其死亡率约24%。台北宝来13层老楼，其死亡率约31%。而鸿福苑的火灾等级、蔓延速度、持续时间、受灾楼宇数远超伦敦格伦费尔。他认为鸿福苑在此等的条件下，香港当局只给出159人死亡，仅占2616名在火灾现场人数的 6.08%， 其死亡率太低，不合常理。4、推论，保守也应该死700-800，极端情况破千。根据历史同类极端高层火灾统计，保守统计的死亡率为 25%， 极端统计死亡率为 50%。 它采用极端高层火灾死亡率的中间值约 30% 来推算，2616乘以 30% 等于784人。如果采用 50% 的死亡率来推算，则大约有1308人死亡。以上是基于所有公开数据资讯的证明，推论所得人数完全在合理范围内，符合本次火灾的灾难级参数，且偏保守。考虑鸿福苑火势更快，外墙材料更劣质，警钟关闭，棚网包裹，消防不力等系统性叠加因素，鸿福苑实际罹难者人数恐已超过1500人。
那么必须说明的是，目前没有公开的法医报告人口名单可以证实1500人这个数字，但仍然是民间推算。但它的计算方式、数据来源大致清楚，也抓到了几个难以一笔带过的点。暴露在火灾现场的人口可能远高于官方承认，火势猛烈与警报失灵的影片确实存在，为何死亡率反而远低于国际同类灾难？这些疑问本来最简单的解法就是政府公开完整住户及罹难者名单，逐一核对，但事情没有朝这个方向走。接下来说一个对大家都很重要的消息，我们一直在推荐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营，非常受欢迎，常常卖断货。有一个观众写信来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员工做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但是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身体和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以后他2个月没服用，而他长期睡眠不足，口腔溃疡非常的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红海参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够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做成果冻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家人和朋友。我建议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了。我朋友怕断货，干脆一次囤了10盒，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优惠码大10局就可以享受85折，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买$70，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中共国的死亡人数一向是政治维稳的工具，维稳永远凌驾于人命之上。回想汶川大地震，中共官方说死了7万，而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深入到灾区进行的统计调查，实际死亡人数是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是3万人以上，里边有不少是幼稚园的娃娃。那时四川作家谭作人在汶川地震后致力于调查灾区学校豆腐渣工程，并收集汶川地震遇难学生的名单。之后谭被中共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像几年前郑州大水，那条隧道几分钟就被灌满了，官方硬说398人死亡及失踪，但是光隧道捞出来的车就几千辆，民间估计至少2到3万人活活淹死，隧道单一现场就可能破万。就在民间质疑追悼会如火如荼的时候，另一个重锤砸了下来。这次砸到的不是工程公司，而是新闻界。12月6号，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布消息，指近期关于宏福苑火灾以及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有外国媒体罔顾事实，散播虚假信息，歪曲抹黑政府救灾善后工作，干扰立法会选举，挑动社会分化对立。因此约谈了多家在港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及记者，官宣措辞强硬，并警告要自我珍重，好自为之，不可触碰法律红线。在这个脉络下，还有一件必须被写进来的关键事实：第8届中共香港特区立法会选举12月7号举行。这次选举共有161名候选人，竞逐90个议席，包括20席地方直选、60席功能界别、40席选举委员会界别。所有候选人均经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核准，确保他们爱国爱港。选举气氛在宏福苑大火与舆论的压力下格外的敏感。媒体与网络讨论大量涉及问责政府、调查贪腐等议题，而政府与国安机构则将部分言论标记为以灾乱港，指控外部势力利用事件干扰选举。
选举当日，香港廉政公署在投票日拘捕4名男子，称其涉嫌在社交平台发文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文条例。联署表示，选举期间已先后拘捕共11人，并对其中的3个人提出检控，同时获裁判官签发手令，通缉一名涉嫌在社交平台煽惑不投票的24岁男子。警方也针对部分选举海报被撕毁的案件进行涉嫌刑事毁坏的拘捕行动。根据晚间统计，地区直选截至晚上9点30分的投票率为 30.43%， 略高于上一届全日 30.20% 的总投票率，但累计投票人数仍较上届少9万多人。国安约谈外媒的行动与选举期间的所谓执法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双重效应，一方面以依法办事的姿态规范选举与言论，另一方面也在敏感时间点向媒体与社会释放威慑讯号。在这样的气氛下，原本由民间或独立专家召开的记者会公开讨论，或在被约谈与威胁后临时取消或缩减。现居台湾的前日本记者石坂民夫在社交平台上写下震惊驻港国安公署开始传唤外国媒体主管和记者，理由是散布大火的虚假讯息。这种高压做法目的是杀鸡儆猴。他说，那种感觉是生杀大权在对方手上，对方随时可以说你是危害国家安全，就把你抓起来或赶出去。最害怕的是会不会连累那些接受你采访的普通中国人，他们可能被当共犯。在他看来，这次约谈外媒的目的很清楚，在立法会选举前压低对选举不民主的批评，警告市民不要随便接受外媒采访，让所有媒体在谈死亡数字和制度责任的时候自我审查。石坂民夫还谈到，台湾近日围绕中共大陆社群平台小红书被禁，有不少人上网抱怨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打压言论自由。但是他反问，如果看清今天香港的处境，就应该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打压。在台湾，批评政府仍有很多的平台可以说话。在今天的香港，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哪一段节目、哪一张贴文会被扣上煽动、颠覆、以灾乱港的帽子。宏福院的火不只是烧掉建筑和生命，也把香港模式与中共模式之间的差别烧得越来越模糊。表面上，港府维持某些程序正义姿态，特首宣布成立由法官主持的独立委员会，警方联署、乌语署轮番出来开记者会，讲调查进度、拘捕人数。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2条线越拉越紧。一，把讨论死亡数字、制度责任的人往国安、外部势力方向扣。北京与港府接连发声，批评外部势力反中乱港分子想利用火灾搞事。国安公署直接引用勿谓言之不预，这类高度政治化语言等于把话说死。2，隐约复制内地控制叙事的模式，把风头集中在个别施工单位偷工减料、围标等少数害马之群，而对制度性问题，例如公共屋村维修制度监管失效，则轻描淡写，把哀悼与追责和政治动员绑在一起，让人不敢大声。很多香港人感叹，这和汶川地震后打压追问真相的家长有何不同？与其说宏福院之痛只是香港地方新闻，不如说它变成了一场全球港人共同的哀悼。伦敦市中心的社区会堂有数千人排队献花点蜡烛，多伦多、温哥华、悉尼、旧金山等城市的港人社区也自发悼念。在香港本地，太和、沙田18区的街头队伍排长长一列，市民手捧白花低头默哀。这些画面告诉我们，对死者家属来说，他们最在乎的是我亲人的名字有没有被算进去。在对外地的港人来说，他们最害怕的是这样的悲剧会不会就这样被掩盖。当官方忙着对付说错话的人，民间与海外社群只能够用自己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写下悼亡魂、求真相、就责任。
黄福院这场5级大火把几个问题赤裸裸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一，官方的159人是不是最后答案？即便1500人是夸张估算，只要港府能拿出完整、公开、可核对的名单，让所有家属逐一检视，质疑自然会减少。2，国安约谈外媒，真的能制止谣言吗？短期内或让报道谨慎，但同时向世界宣告，我们没打算用透明来解决问题，而是用恐惧控制叙事。在一个曾以新闻自由自豪的城市，这种转变比任何一场大火都更慢、更久、更难熄灭。3，香港人说他们不是不会算，是不敢算，也不想算，因为每多报一个人，就多一条人命要有人负责。这也再一次证明，中共当局从来没有把人当人看，真相才是对死者的尊重，隐瞒只会让悲剧重演。我们必须持续发声，为那数千个被政权从数据上抹去的亡魂讨回公道，必须为所有冤魂追究到底。每一次纸鹤，每一束白花，就是对159这个数字最安静也最固执的追问。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